一片残山并盛水，年年虎斗龙争。秦宫汉苑尽家营，川原流恨血，毛发凛威灵。白发诗人闲驻马，感时怀古伤情。战场田地好宽平，前人将不去，留与后人耕。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位放眼东晋一朝，称得上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有人赞誉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枭雄。轰轰烈烈3次北伐中原，只可惜全部以虎头蛇尾遗憾收场。遮遮掩掩想要篡晋称帝，哪成想时机未到，功亏一篑。看过预告的朋友应该早就知道，这人就是东晋时期的南郡公大司马桓温。说有那么一天这个桓温躺在床上，对自己的亲信说：“维尔济济将为文景所笑，要是一直这样无所事事，将来死了以后见了司马师、司马昭那哥俩，肯定会被笑话。”旁边的人听到这话里大有要效仿司马兄弟谋朝篡位的含义，一时间都吓得不敢接话。见此情景，这个桓温反倒翻身坐起，朗声说出了那句名言：“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宜当遗臭万年。”然而作为历史上的成语贡献大户，桓温一生既没能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年。他渴望当皇帝，却始终徘徊犹豫，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他赞赏王敦敢于造反，可是别人将他们俩进行比较呢，他反而耿耿于怀。300年以后，房玄龄等人编写禁书，偏偏将他和王敦合在一起列传，颇有一些杀人诛心的意味。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漫聊五胡16国的第21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也是漫聊五胡16国的最后一集，在此由衷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一路陪伴、支持、鼓励以及批评指正。大家对后续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历史上的桓温很璀璨、很真实，也很拧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他有所提及。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重点围绕史料中的有关记载来聊一聊桓大司马的故事。桓温字元子，乔国龙亢县人，他是东晋江左8达之一桓仪的长子。龙亢桓氏虽然属于氏族的行列，但是因为历史问题，西晋建立以后，桓氏一直名为不显。直到永嘉南渡以后，桓温的父亲桓仪政治表现突出，交友广泛，才使家族的这个社会地位有所提升。桓温出生以后不久大名士温峤前来贺喜。那么一看到这孩子，温峤就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说这小子依我看骨骼惊奇，可以让他哭2声，我来听听。等他听到这个小桓温啼哭的声音，这温峤又感慨着说了句：“真英物也。”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英才。桓仪看自己儿子得到大名鼎鼎的温太真的夸赞，就决定以温峤的姓为儿子取名，叫做桓温。那么温峤当时还开玩笑说：“要是这样以后我怕是要改姓了。”意思呢是这孩子一定大有作为，我可不敢冲撞了他的名讳。一会儿长到了17、18岁，这年桓温做了一件名扬天下的大事。因为苏峻之乱，他的父亲桓仪惨遭杀害。当时的桓温小小年纪，是枕戈泣血，誓报复仇。杀父的仇人有这么2位，一个叫韩晃，苏峻败亡了以后呢，韩晃被西涧追斩；另一个参与谋害桓仪的京县令姜波也已经去世。一直想要报杀父之仇的桓温，渐渐就把这复仇的目标转移到了姜波的儿子身上。说姜波的3个儿子正在居家服丧，听说了桓温将要上门寻仇，把这个兵器就藏在了哭丧棒里面，提前做好了准备。可是桓温还是伪装成了吊丧的客人，混进姜家，先刺死了姜波的大儿子，紧接着又把另外2个逐个追杀。
这个晋朝从建立以后啊，一直宣扬以孝治天下，以孝律人成了法律准则。因此，桓温的行为呢，非但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反而得到高层人物的一致赞赏。刚出生就获得了温峤真英物也的评语，少年时代被同为东晋名士的刘旦称赞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这次啊，手刃杀父仇人更是让桓温的关键词一下子冲到了东晋年度热榜的第一位。由此，桓温声名大噪，成为了年轻一辈士族当中与殷浩齐名的后起之秀。不久以后，桓温时来运转，开始以琅琊王文学一职入仕。桓温的相貌面带七星，英武过人，声名俱佳，又是功臣之后。几年以后呢，他被选为晋明帝的女儿南康长公主的女婿，拜驸马都尉，袭封万宁县男，除琅琊太守，累迁徐州刺史。桓温这人的性格有些许矛盾和复杂，有时候很自信，有时候又太谨慎，有时候呢豪迈豁达，有时候又有点小肚鸡肠。这种性格在他3次北伐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东晋建立以后啊，北伐这个关键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符号，不同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语境。整个东晋时期，从祖逖到庾亮、羽翼、殷浩，从桓温到谢安、刘裕，不是在进行北伐，就是走在北伐的路上。东晋时期的北伐大致有2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一条呢是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徐州；另一条路呢是从荆州向北，经襄阳到南阳。因此，东晋的军事重镇，一个是长江上游的荆州，一个是拱卫京城的扬州。这俩地儿啊，全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控着朝廷的命脉，因此两州刺史的人选向来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东晋在庾亮去世以后，朝权呢被庾亮的弟弟庾兵、庾翼所掌握。庾氏兄弟一贯反对王导时期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这哥仨呢更倾向于集权和务实，因此也就更加欣赏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庾翼和桓温在少年时代就认识，用今天的话说呢，就相当于发小。俩人打小呢这个关系就很好，曾经约定要一同匡济天下。庾翼在掌权以后，也曾主动向晋成帝推荐桓温，说他有英雄之才，一定可以堪当大人。那么成帝司马衍病逝之后，庾氏兄弟力主以成帝同母弟琅琊王司马越为新君，这就是晋康帝。尽管已经成年，但是这位晋康帝啊，同样是个傀儡。朝中的大权啊，被庾兵和中书令何冲所掌握，外事则主要委任给了坐镇武昌的荆州刺史庾翼。庾翼对荆州的治理几年以来颇有政绩，外交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于是在康帝继位不久，庾翼上表朝廷准备北伐。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这个晋康帝啊，上位2年突然病逝，中书监何冲拥立了只有2岁的司马丹为帝。紧接着不到1年，庾兵、庾翼相继病故。短时间内，朝中没有出现像王导、庾亮那样的权臣，各大门阀士族啊，还没有新的权力秩序形成。那么这些背景啊，就全都为桓温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庾翼在临死前向朝廷表请，希望以自己的儿子庾元之继任荆州刺史，但是由于当时主政的何冲一心想要趁此机会清除庾氏的势力，再加上庾元之本人能力威望不足，何冲力主将桓温调任荆州。就这样的，在永和元年的8月，桓温自京口西上改任安西将军、六州都督、荆州刺史。荆州啊，远非徐州可比，下面20多个郡，近40万的人口，经过陶侃、庾亮、庾翼几代人的经营，兵精粮足，位置险要。当时的荆州啊，已经是东晋的第1强藩，这是桓温的人生一大转折点。从此开始，坐镇长江上游，逐步施展平生所学，匡济天下。
东晋穆帝的建元永和年间啊，公开与东晋为敌的只有后赵与成汉。这里的成汉啊，是五胡十六国的政权之一。西晋末年，天灾人祸不断，益州蜀郡八地族领袖李特起兵反晋，他的儿子李雄在公元304年攻下成都，自封成都王。306年，李雄称帝，以成为国号，史称成汉。334年，李雄病亡以后，这个成汉呢陷入内乱，李雄遗命其兄之子李班继位。几个月以后，李雄的儿子李七杀了李班自立。到了338年，李雄的堂弟李寿又杀了李七自立为帝，并且将国号改成了汉。李寿在位的后期也大兴土木，任用微刑，国势开始日渐衰退。等到李寿的儿子李氏继位以后，更是不恤国事，刑罚苛滥，内外离心，而且呢自恃贤远，不修战备，一直就有兴兵收复中原志向的桓温啊，这时候认为西征巴蜀的时机已到。那么因此在出镇荆州2年以后，桓温以极佳的战略眼光和过人的魄力，决定他要发兵入峡征讨成汉。但是蜀道艰难，山高谷深，桓温呢能够调动的也只有荆州、益州的兵马，况且朝廷方面啊对这一计划并不支持，因此其手下的将佐大多数表示反对。只有江夏相袁乔认为，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今为天下之患者，胡蜀2寇而已。说对待军政大事，需要有独断专行的决心，不必非要统一意见。除此以外啊，这个袁乔还帮桓温详细的分析，说成汉啊比后赵势力弱小，我们可以挑选1万精兵，轻装击驰，不等敌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越过天险，如此呢一战可胜。后赵呢看我军是大规模的远征，肯定认为我们早有防备，而不敢轻易进攻，即使打过来，剩余的守军也足以抵挡。那么西蜀天府之国，向来富饶，当年诸葛武侯能用之抗衡中夏，如若果真习得此地，实乃国家之大利。袁乔的这番论述啊，桓温深以为然，于是呢他命人写好奏表向朝廷请示，随后呢不等批示就直接展开行动。永和2年的11月，桓温以袁乔领兵2000作为先锋，他自己带领益州刺史周辅、南郡太守司马无忌等人作为后继，拜表折行，率众西征。这个消息传到京城，朝中的大臣几乎一致认定成汉地势险要，路途遥远，桓温兵力太少，难以取胜。唯独桓温的故友刘旦坚定认为他一定会成功。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如此断言呢？刘旦给出的理由也很有特色。他说桓温这家伙呀，过去很好赌，没有把握的事儿他从来都不干，只怕他得了西蜀，朝廷今后啊再也就压制不住他了。这个时期的东晋和成汉的形势，由于在羽亮羽翼时代东晋就已经取得了巴东，因此桓温的大军啊得以顺利穿越三峡天险。就在这个期间啊，发生了2个小插曲。在途经渔父的时候，人们看到一处河滩上布列着一片5尺来高的石头阵，石堆和石堆之间相隔2丈，每8堆石头构成一行，一共有8行64堆。相传这就是当年诸葛亮摆下的8阵图。这些石头摆放呢，好像纵横罗列的棋子一样，随行的一众文武全都看不出个所以然。那么桓温啊就解释说，此阵如同长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众人一听，全都叹为观止。另一个小插曲啊，是在穿越三峡的过程当中，有个士兵啊不知道从哪儿捕获了一只猿猴的幼崽，带到船上呢，开始戏耍玩弄。然而船在水上走了100多里，一直有一只老猿在岸边的山崖上追逐哀嚎，那个叫声啊极其凄惨。追着追着呀，这个老猿找了个机会，从悬崖峭壁上纵身跳下，
一头就碰死在了船上。有人用利刃剖开老袁的肚皮，发现其中肝肠寸断。桓温得知了这件事情以后大为恼怒，狠狠地处罚了那个捕获幼崽的士兵。到了永和3年2月，桓温到达了青衣，晋军已经深入腹地，成汉皇帝李氏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派人前去阻挡。结果呢，几个主将意见不统一，就这样轻易错失了战机。3月，桓温到达彭模，手下的将领主张分兵两路应对成汉的部署。这时候袁乔呢再次站出来否定了错误意见。他认为如果兵分两路的话，只要有一路失利，伐蜀就会失败，反不如全军直进，只带3天的粮食，一鼓作气直奔成都。那么桓温呢再次认同了袁乔的意见，只留下参军孙胜、周楚在彭模看守辎重，自统于众，兵锋直指成都。一路上是所向披靡，3战3捷，很快就打到了成都城下。成汉皇帝李氏面临亡国的危机，垂死挣扎，拿出了全部的家底和晋军展开决战。双方初一交锋，晋军作战失利，参军攻护战死，袁乔也是且战且退，敌人的那个箭都已经射到了桓温的战马前面，形势变得极为严峻。手下的将领开始主张退兵，那么桓温呢不得已只能下令鸣金收兵。冷兵器时代战场上历来的规矩是击鼓而进，鸣金而退。结果那个负责传令的小吏，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误解了主帅的命令，突然敲起了号令前进的战鼓。这个意外事件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晋军的士兵在听到了这个鼓声以后当即发动冲锋。前锋袁乔也是精神大振，奋勇拼杀，大破敌军。桓温乘胜追击，放火烧了成都的城门。成汉的这个军队在这个时候士气低到了谷底，李氏呢直接弃城东逃，桓温是得势不饶人，一路追到葭萌关。眼见手下的将士是毫无斗志，没办法，这个李氏只能命人绑了自己，带着棺材出城投降。桓温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投降，下令烧掉棺材，亲手解开他的绳索，将李氏本人和一些宗室成员一并送到了建康。李氏后来呢被封为归义侯，10多年以后才去世。存在了40多年的成汉就这样被桓温以一州之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攻灭，从此呢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桓温在蜀地待了3个月，选拔精英为己所用，出榜安民，稳定局面，派遣司马勋镇守汉中。这一次西征，除了扩大疆域，收割钱粮兵甲之外，桓温本人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李氏把自己的妹妹送给了桓温，桓温将这位美人金屋藏娇，纳为妾室。等回到江陵以后，一开始他的正妻南康长公主还不知道，时间一长呢，露了马脚。公主发觉桓温偷偷养了小妾，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手持利刃，带了几十个丫鬟婢女去找这个争宠的小妾。这对情敌见了面没有眼红。当时呢，李氏的妹妹正在梳头，只见那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好似瀑布一般倾泻至地，肤若凝脂，姿貌绝丽。这一下把公主当场看呆了，心想这世上怎么还能有人长得这么好看？李氏的妹妹则是容色不改，一边继续挽发梳妆，一边说了句国破家亡，无意至此，今日若能死在这里，也算遂了我的本心。那南康公主也并非是铁石心肠的人，听到这么一句无尽哀伤的话，看到如此容貌动人的佳丽，当下呢心里一酸，扔掉手中的利刃，上得近前抱住李氏的妹妹，也说了句阿子，我见汝一怜，何况老奴？这样的家人我见犹怜，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呢？两个人后来呢相处得很好，反倒成了闺蜜。攻灭成汉以后，桓温声望大涨，
朝廷晋封其为征西大将军、临贺郡公。与此同时呢，由于忌惮他灭蜀之后的实力和威名，朝廷方面也开始对他采取明显的防范。那么从王敦、陶侃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上下游之争，至此也开始再次出现端倪。公元349年啊，随着后赵皇帝石虎的去世，北方的形势一片混乱，后赵内部斗争激烈，冉闵建立冉魏，发布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在河北一带大杀四方。前燕的慕容俊又灭了冉魏，入主中原。350年，氐族苻建进入关中，次年自称天王，建立前秦。东晋、前燕、前秦，自此三足鼎立。349年的时候呢，桓温捕捉到战机，移防到安陆，屡次上表要求北伐。东晋朝廷担心北伐会进一步提高他的声望，奏章全部压下，既不批准也不回复。东晋的朝廷啊，虽然不让桓温北伐，可是却让别人去打。从349年到353年，那么这其中以殷浩北伐损失最为惨重，大败而归。面对这种情况，桓温很不高兴，不惜在这个期间领兵沿江东下，威逼朝廷，甚至迫使晋廷将他一直以来的政治对手殷浩废为了庶人。就这样折腾了几年，在永和10年的2月，桓温亲率步骑4万自江陵出发，目标关中，北伐前秦。桓温的进兵路线啊，他自己这边是水陆并进，沿着汉水的支流丹水河谷逆流而上，出武关，越秦岭，直取关中。与此同时呢，桓温命令坐镇汉中的司马勋兵出子午谷，作为偏师，寇掠前秦的西部。两路人马是互相配合，钳制秦军。当年的3月，桓温攻入上洛，继而进至蓝田，在瑶关和白鹿原经历了2场大战。桓温的荆州兵弃甲精粮，接连击败秦军。到了4月啊，晋军抵达坝上，此时的他们啊，和长安城已经只有20-30里的距离，跨越数千里的长途奔袭，进兵神速且顺利，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可是在这之后呢，桓温选择在坝上停军不前，甚至麾下猛将薛珍劝他直接进攻长安，他也是完全没有听从。在坝上这个地方，桓温和王猛得以相见。王猛闷声而谈，两人是惺惺相惜。桓温问王猛说：“我奉天子之命，将锐兵10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志者，何也？”王猛回答说：“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为之攻心，所以不至。”简简单单几句话说的桓温心里面啊突的一跳。自从驻军在了坝上，抬眼就是长安，可是真正让他挂念的却是健康的朝局。这次北伐呀，名义上打着光复中原的旗号，实际上呢，更多的是桓温在为自己造势。他想以此啊证明自己，博取威望和民心。看上去很顺利，其实到了坝上以后啊，就已经是强弩之末。军粮物资因为道路险远，难以接济，兵力受损，不足以攻克长安。秦军虽然接连失利，但是远没有伤筋动骨。慕容鲜卑已经占据河北，中原的局势扑朔迷离。既然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接着打下去又显然太过于冒险，见好就收，保存实力才是王道。他的这些心中隐秘啊，没想到被初次见面的王猛轻易道破。他的心里呢就感觉到很不舒服，所以好一会儿才缓缓回了一句，说：“先生高才，江东无人可比也。”送走王猛以后不久，桓温又在白鹿原和伏雄干了一仗，结果是晋军失利，折损了1万多人。随后呢，桓温下令班师回朝，同时迁走关中百姓3000多户。这次虎头蛇尾的北伐就这样结束了。桓温北伐关中啊，尽管取得了一些战绩，但还算不上彪炳史册，因此事后晋廷也只是象征性的派人来劳军，对桓温既未加官也没进爵。对于桓温本人而言啊，想要继续积累政治资本，压制朝廷，北伐中原仍然是他的
不二选择。因此，在永和12年，桓温接连上表10几次，请求修复园陵，移都洛阳。然而，此时掌握东晋政权的世家大族已经南渡几十年，大家都不想再回到洛阳过苦日子。晋廷呢，因此将桓温迁都洛阳的请求驳回。世家大族们虽然不愿意回归洛阳，但是现有的局面还是要维护的。于是呢，加封桓温征讨大都督、都督司冀2州诸军事，专门负责解决羌人姚襄带来的威胁，巩固河南地区的防线。这年的7月，桓温自江陵出发，再次北伐。8月，晋军抵达伊水南岸。正在攻打洛阳的姚襄听闻消息，撤去对洛阳的包围，同时呢，领兵来到伊水北岸，把精锐藏匿在密林之中，然后派人给桓温传话，说有劳您亲自统领王师远征，我姚襄甘愿投降，希望您能把部队稍后撤一点，好让我方便过河，拜伏于道旁。那么桓温回消息说，我既然来了，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修葺山陵，这事儿跟你其实并不相干，咱们离得这么近，你要来便来，也不用再派什么使者了。姚襄见一计不成只能是硬着头皮列阵迎战。桓温呢，披甲督战，指挥3军结阵向前。姚襄的兵力本就不敌，再加上之前久攻洛阳，将士疲乏，结果一场大战麾下数千人被当场阵斩。姚襄本人率领余众经北邙山逃往了并州。桓温打跑了姚襄，顺势拿下洛阳。时隔40多年，这座汉晋故都就这样被桓温轻而易举的克服。接下来，桓温进入洛阳太极殿，祭拜晋朝历代皇帝，同时呢，派人修缮历代皇帝的陵墓，安排专门守护皇陵的人家。办完了这些事儿，桓温也就退兵了。公元4世纪的中叶秦燕晋鼎足3分天下，3个国家又分别有3位权臣挺立潮头，影响着国家兴衰和历史走向。秦有王猛，燕有慕容恪，晋有桓温。起初后赵统治崩溃，中原大乱，东晋总体实力是最强的，因此桓温可以凭借4、5万人马攻入关中，收复洛阳。但是东晋政权内部并不稳固，围绕长江中下游的权力之争始终存在，内耗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所谓北伐，也只是为政治斗争而服务的工具。基于这一层根本原因在桓温第2次北伐之后数年之中，河南的许昌、颍川、谯沛诸城被前燕相继攻占，洛阳也很快陷入了危机之中。洛阳旧都不能就这么弃之不顾，再加上之前收复洛阳还没有封赏，于是在兴宁元年，晋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由此，桓温名正言顺地获得了掌控中枢的权利。为了便于掌控朝政桓温将大本营从江陵转移到了合肥。但是面对前燕的不断进犯，这一时期的桓温为了保存实力，表现很是消极，以至于后来连洛阳也被慕容恪所攻陷。为了切断他对长江上游的掌控，朝廷呢又加桓温为扬州牧，想要让他入朝辅政。桓温上书，故辞录尚书事，同时转移到赭旗，屯兵不进，遥领扬州牧。不久后呢，桓温又转移到姑熟屯驻。在距离建康越来越近的同时，他又让自己的3弟桓豁代替自己领荆州刺史，再加上江州刺史此前也已经被他的2弟桓云所掌握。此时的桓温已经重现当年王敦、苏峻威逼京师的格局。桓温本人成了朝权的实际控制者，桓氏的势力也已经形成了碾压异己力量的态势。接近花甲之年，位极人臣进降疏礼，虽然仍然是南郡公爵，可是位在诸侯王上，这是东晋一朝开国以来所没有的事情。尽管如此，桓温仍不满足，收复中原，还我河山，自然可以流芳百世。然而
古来成就大事者几乎无不充满争议。想要建功立业，就不能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只要问心无愧活在当下，又何必在乎什么中间荣辱？只要能名垂青史，成就霸业，以下克上，谋朝篡位，甚至遗臭万年，又能怎样呢？这应该就是桓温晚年时期的心境了。太和4年啊，趁着慕容恪亡故，前燕庸人当政，桓温决定要收复被燕国蚕食的土地，第3次发兵北伐。出师前，当朝首辅会稽王司马昱和桓温进行了一次密谈，说了什么内容无人知晓。出师之日，满朝文武和百姓在路旁为出征的5万将士设祭送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次北伐成功之后，桓温就会称帝，这已经是谁也无法阻止的事情。这一年的桓温已经58岁。途中经过金城，桓温看见自己早年栽种的柳树已经是枝叶繁盛，足有10围那么粗壮，触景伤情，心中翻滚。桓温不由得感慨着说：“木有如此，人何以堪？”说罢呢，攀着柳枝，拿着柳条，潸然泪下。自古以来，南方北伐总会首选水路。考虑到天气干旱，河道时通时绝，行军的途中参军西超建议不如在进入黄河以后弃舟登岸，然后全力以赴，直接奔袭燕国的首都邺城。如果对方选择出战，那么自然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如果对方选择坚守，那么当此盛夏之际，牲畜百姓遍布田野，将会尽为我军所有。如果您担心这样太过于冒险，我还有第2条方案，可以先组合为固，专心控引漕运，等到来年粮草物资充足了，再酌情进取。如若不然，进不能速战速决，退又没法做到无后顾之忧，稍微一拖就到了冬天，那时候水道会更加不畅，我们过冬的衣物也很不充足。一旦到了这种境地，那麻烦的就不仅仅是缺少粮食了。我们结合当时的三国形势来看，西超的分析很有道理。前燕慕容伟、慕容平能力欠佳，国中空虚，如果他们真能一举奔袭到邺城，河北唾手可得，也未可知。可是这显然不符合桓温的行事风格，不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征伐，冒险向来不是他的偏好。而如果止步于黄河岸边，又达不到既定的目标，那么最终呢，桓温没能采纳西超的建议，他选择继续带兵西进，并且接连打了几场胜仗。燕主慕容伟派来自己的哥哥乐安王慕容藏领兵进讨，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晋军的兵锋。这年的7月，桓温更进一步移入到了方头。方头就是今天河南淇县东南，古时候呢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这里距离邺城已经不过200多里。前燕的慕容伟和主政的慕容平听说桓温大军已经抵达方头，顿时没了信心，甚至已经开始商议要弃城出逃。危难之际，一直被排挤的吴王慕容垂挺身而出，表示这仗我来打，如果打不赢，你们再走也不迟。就这样，为了保住现有的荣华富贵和花花江山，慕容平最终以慕容垂代替慕容藏，与范阳王慕容德等人领兵5万拒敌，同时呢遣使向前秦求援。老将慕容垂出马，迅速扭转了败局，和桓温在黄河北岸打了2场小仗，2战2胜，前燕的士气大振，晋军的这个形势渐渐开始吃紧。更要命的是，随着天气转冷，河道越来越浅，粮草物资的补给也越来越艰难。眼看粮草不济，桓温又收到消息说前秦已经绕到自己的身后，如果不尽早撤退，就很有可能全军覆没。那么壮志未酬，心有不甘，可是又不得不选择撤军南返。这一年9月19，桓温下令烧掉船只和辎重，然后走陆路渐次撤退。
因为担心被敌人在河里投毒，晋军呢一路上是挖井引水，连着700里安然无恙。在这之后呢，他们渐渐放松了警惕。此时的桓温并不知道，老谋深算的慕容垂要比他更有耐心，早已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只等着晋军的将士们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埋骨之所。当这会儿士气低迷、疲乏劳累的晋军士兵们走到襄邑附近一个山涧的时候，从四面八方突然出现了无数的鲜卑骑兵。一场遭遇战，晋军惨败，一共就5万多人，战损高达3万。桓温收拢残兵败将，走到谯郡，再次遭到前秦军队的热情问候，又损失了1万多人。桓温的第3次北伐，5万将士平安返回的没有几人。本想着通过这次北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结果呢，终究还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方头惨败让桓温的声望严重受损。按照《晋书》的记载，说桓温负其财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和硕，还受旧息。即逢复败，名实顿减，于是参军西超，尽废帝之计，温乃废帝而立简文帝。意思是桓温想要通过北伐一步步谋朝篡位，方头遭遇惨败之后，名望受损，于是桓温听从了西超的建议，废了本来的皇帝司马懿，拥立会稽王司马昱。废帝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由此呢，桓温谎称司马懿因为不能生育，找了几个宠臣和后宫的美人私通，生下3个儿子，全都是假冒的龙种。最后桓温借助楚太后之手，下诏废司马懿为东海王，而后率领百官来到会稽王府，迎司马懿入朝，将其拥立为帝，这就是东晋简文帝。这之后司马懿也是很有眼色，下诏依据蜀汉诸葛亮故事，对桓温加以封赏，甲仗100人入殿，赐钱5000万，绢2万匹，布10万匹。这时候桓温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已经出了问题。那么在废立皇帝之后，他开始加快步伐，清除异己。一时间东晋朝堂是既由司马，政由桓氏，已经是处在改朝换代的边缘。简文帝司马懿登位以后1惊2怕3抑郁，短短8个月以后一病不起。简文帝担心自己撒手西去之后，桓温会对自己的儿子不利，24小时之内连着发了4道诏书，想要召已经返回姑廬的桓温托付后事。结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桓温接到诏书，上书推辞，并没有赶赴健康。他这一迟疑，就给了异己势力从中斡旋的机会。朝堂上的主动权就此呢，也就落在了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的手中。这3人一商量趁着司马懿还算清醒，先劝说他立司马曜为太子，继而颁下遗诏。按照史料的记载，遗诏原文中写道：大司马温以周公居舍故事，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里的重点是要让桓温摄政，如果感觉司马曜不是当皇帝的料，桓大司马可以自行取而代之。这是一封极为悲观又无可奈何的遗诏。当朝侍中王坦之在看了以后呢，立刻拿着诏书进谏，并且当着司马懿的面将诏书撕碎。司马懿躺在病榻上，心灰意冷地说了句：天下倘来之运，卿何所嫌？这里的倘来有偶然得到、意外得来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我司马家的天下本就不是光明正大得来的，即便现在被人夺去了，也不可惜。你何必这么嫌弃我的旨意呢？那王坦之当即表示：天下轩辕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这天下不是你说不想要就不要的，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先祖和王父吗？最后司马懿呢，也只好任凭王坦之的意见，把诏书改成了加国事一秉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当天简文帝司马懿呢就咽了气儿。这个王坦之等人呢颁布遗诏，请出了年方10岁的司马曜，
陵前继位，这就是后来被宠妃用被子捂死的晋孝武帝。说这个遗诏啊，由摄政改成了如诸葛亮、王导故事的虚名。这一更改对桓温打击很大，本以为简文帝会在临终前直接禅位给自己，最起码呢也是像王莽那样取得居舍的地位，哪成想到头来白惦记一场。桓温大感怨愤，由此就恨上了王坦之和谢安。宁康元年的2月，桓温带兵入朝拜祭皇陵，朝廷特派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率领百官到新亭奉迎。当时的建康城盛传桓温这一次来朝，很可能就要诛杀谢安、王坦之，然后呢篡夺晋室的江山。王坦之本人如临大敌，十分恐惧，倒是谢安神色如常，只说晋作存亡，决于此行。到了这年的2月24，桓温赶到了建康，文武百官在道路两旁拜倒相迎。王坦之完全没了当初撕毁诏书时候的胆气，甚至是流汗沾衣，倒直手板。谢安呢，则是飘然入席，从容坐定，对桓温说了句：“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避后治人也？”言下之意就是避后治人是无道之人才干得出来的事儿。桓温呢，由此微笑着搭话，命令左右的武士退下，众人谈笑风生，进行了一场生动而友好的会面。这一回的桓温在建康只停留了14天。14天以后，回到姑熟，桓温开始一病不起。病榻上，桓大司马心心念念向朝廷求加酒息，尽管多次派人前往催促，谢安、王坦之等人则是以诏书文字不合格为由反复修改。就这样一直到死，桓温也没能判来加酒息的诏书。这年的7月14，桓温在姑熟病逝，享年62岁。历史上以流血较少的方式而成功篡位者，无外乎2种方法：一是像王莽那样，以极高的政治声望抬升自身权位，最后呢取而代之；二是像曹操父子、司马懿祖孙那样，逐渐架空中央，另立政府，最后水到渠成，江山易主。对于桓温而言这2条路最终都没有走通。灭蜀伐秦3次北伐，然而洛阳得而复失，方头惨败，声望严重受损，又不得不用废立皇帝的方式立威。从坐镇荆州开始，就广纳贤才，试图培植自己的利益集团。可是呢，忠于他的出身地位都不高，出身地位高贵的又都不忠于他，最终造成了一个十分不利的结果，就是当他临门一脚，需要有人在朝中配合营造舆论，奉表劝进的时候，王坦之、谢安这些人反而从中作梗，故意拆台。这种情况下，如果借助手中兵权强行上位，能不能行呢？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明知必将败亡或者命不久矣，偏偏要过上一把皇帝瘾的，也是大有人在。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政权动荡，自相残杀，甚至会造成数十年的稳定局面付之东流。更为直接的是，对桓氏后世子孙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这时候北方已经被前秦统一，苻坚、王猛君臣配合的亲密无间，一旦因为一己之私造成内乱，甚至亡国灭种，那他桓温的罪过可就不仅仅是遗臭万年了。所幸在至高权力唾手可得的一瞬间，桓温保持了政治家该有的清醒，没有突破底线，也没有丧失理智。他可能不是一个君子，但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远比很多道貌岸然的人物更加的真实。尽管最后酒息的愿望没有达成，但是留给东晋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地方州郡也都相安无事，各司其职。我们从这一层面而言10年之后的淝水之战，东晋大破苻坚的百万雄师，江南免遭生灵涂炭，这其中也是有桓温一份功劳的。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五胡16国的最后一集，片中内容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请帮忙点赞分享。
之后如果想听哪些故事，欢迎给我留言。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